我哋會稱護士為白衣天使，意思係指佢哋純潔、善良同富有愛心。但你又有冇諗過，其實護士都可以係披住白衣嘅惡魔？大家好，我係法蘭克。一個名叫 Lucy Letby 嘅英國護士喺佢當值嘅時候，殺咗最少7個同殘害最少6個嘅初生嬰兒。而呢位殺嬰兇手亦都係英國史上第4個終生不得假釋嘅女殺人犯。咁究竟 Lucy 點解要咁樣對啲無辜嘅初生嬰兒？而呢位白衣惡魔對每一個初生嬰兒做出咗啲咩泯滅人性嘅行為？ Lucy 又係點樣避開醫院同警察嘅視線而繼續殺嬰呢？1000訂閱係我2023年嘅目標，每一條影片都花大量時間去做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同分享我嘅影片。依家我哋就一齊揭開英國護士 Lucy Letby 殺嬰案背後嘅故事。2020年11月10號，英國警方再次上門拘捕咗住喺利物浦嘅 Lucy Letby， 而佢今次再冇法子保釋，因為警察搜集到足夠嘅證據，正式起訴 Lucy。依家我哋就將時間推前到2015年嘅6月，Lucy 所工作嘅醫院部門出現咗一啲好唔尋常嘅死亡個案。Lucy Letby 已經喺利物浦嘅車士打伯爵夫人醫院工作咗接近4年。入職嘅時候係22歲，亦都係佢人生第一份工作。除咗2012年同2015年去過利物浦女子醫院做短期實習之外，由入職開始就一直喺呢間醫院入面服務初生嬰兒加護病房。初生嬰兒加護病房又稱嬰兒深切治療部。加護病房並唔係所有身體有異樣嘅嬰兒都可以入住。一般嚟講，只有早產、體重過輕或者發現有嚴重疾病嘅嬰兒先會被送到呢度，而佢哋亦都會受到24小時嘅照顧。但新手父母又點會知道，一個披住白衣嘅惡魔已經潛伏喺佢哋身邊？英國上下每年都有上千個早產嬰兒出世，但死亡率其實好低，統計上平均大概1000個早產嬰兒先會有2個死亡個案。而車士打伯爵夫人醫院婦產科每年平均有幾百名嬰兒出世，每年死亡個案大概只有1到3個。喺2015年嘅6月6號至22號期間，僅僅14日內，醫院就出現咗3名嬰兒突然間去世，仲有1名嬰兒喺毫無先兆嘅情況之下身體急速轉差。只係2個星期嘅時間就已經相當於呢間醫院1年嘅死亡數量。喺2015年嘅6月8號，一對龍鳳胎男嬰 A 同女嬰 B 比預產期早產咗6週。雖然早產，但佢哋非常健康。Lucy 作為當晚當值嘅夜間護士，喺 Lucy 接手呢對龍鳳胎之後30分鐘，哥哥嬰兒 A 健康突然急速轉差之後去世。家人已經失去咗嬰兒 A， 所以全家上下都全天候照顧雙胞胎妹妹嬰兒 B。直到24小時之後 ，Lucy 再次當值，嬰兒 B 嘅情況同哥哥一樣突然轉差。好彩嘅係嬰兒 B 搶救成功，保住咗佢嘅性命。不過醫院工作人員就注意到，2個嬰兒出事嘅時候，皮膚都出現一啲奇怪嘅粉紅色斑。雙胞胎事件嘅1個星期之後，一個4日大嘅男嬰 C 同2日大嘅女嬰 D， 亦都喺毫無先兆底下健康急速轉差，然後去世。而呢幾宗死亡事件發生嘅時候，都係同一名護士當值，而呢個人就係 Lucy Letby。Lucy 利用針筒將空氣打入嬰兒嘅血管，造成空氣喘塞。打入去嘅空氣就好似血栓一樣，阻礙血液輸送到心同肺。空氣喘塞對於成年人都已經非常危險，更何況係早產嘅嬰兒呢？其實喺呢4宗個案之後，高級兒科醫生、加護病房主任同護士長係有討論過呢件事，亦都有提及呢4單案發生嘅時候 Lucy 都在場。不過佢哋並冇作出任何嘅調動同調查，而且殺嬰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，亦好難想象一個護士竟然會做出傷害嬰兒嘅行為。
經過呢4次謀殺之後，Lucy Letby 並冇收手嘅念頭。之後嘅1年內不停殘害同殺害嬰兒。Lucy 會為嬰兒打入胰島素，將大量空氣打入嬰兒嘅血管或者身體，又會大量灌食嬰兒同埋利用胃鼻喉管整傷嬰兒嘅喉嚨。Lucy Letby 好樂意返夜班，咁佢就可以喺人較少嘅凌晨時分落手。幾乎所有嘅初生嬰兒都係喺凌晨時分遭到攻擊。佢會等到差唔多收工嘅時候先會注射胰島素或者灌食過量，要等到下一個護士接班先會發現，咁佢就可以洗脫嫌疑。而且加護病房嘅嬰兒都係極度早產或者有遺傳病，咁樣就可以令到 Lucy 合理化嬰兒嘅死亡。就算成功獲救嘅嬰兒長大之後都有身體缺陷，好似係腦部受損等等。令人心寒嘅係 Lucy 殺完嬰之後會寫慰問卡俾家屬，而且仲會喺嬰兒生忌或者節日搜索痛失嬰兒父母嘅社交網站，窺探佢哋痛失嬰兒嘅心情。Lucy 喺2016年嘅6月拎咗2個禮拜大假去西班牙嘅伊維薩島玩。加護病房嘅同事就發現，當 Lucy 唔在場嘅時候，一切都變得好正常，亦都冇嬰兒離奇死亡或者受傷。直到 Lucy 喺西班牙返嚟，今次佢決定對一對3胞胎落手。Lucy 對其中2個兄弟嬰兒 O 同 P 嘅鼻胃喉管打入大量空氣，引致死亡。而亦都係因為3胞胎事件，醫院喺2016年嘅6月24號先至願意將 Lucy 調離嬰兒加護病房，而轉到醫院入面嘅文職工作。直到2017年嘅5月，即係第一個嬰兒離奇死亡嘅2年後，醫院先至願意告知警方去落案調查。咁點解 Lucy 可以喺1年之內殘害咁多嬰兒，仲要去到2020年11月先至正式被起訴呢？並唔係因為 Lucy 嘅手法有幾咁高明，係呢間醫院可怕嘅官僚制度。醫院其實係知道嬰兒離奇死亡事件，但刻意隱瞞。醫院嘅管理層為咗保住自己同醫院嘅名聲，叫所有醫生唔好小題大做。Lucy 甚至帶埋父母一齊向管理層投訴，話 Lucy 係無辜嘅，只係其他醫生即場欺凌佢。不但只要佢哋同 Lucy 道歉，甚至恐嚇如果再欺凌 Lucy 就會向醫學總會投訴，一個監管註冊醫生嘅機構。最恐怖嘅係管理層本來係批准咗 Lucy 重新回到護士崗位，最終係所有醫生唔甘於屈服，不停向管理層施壓，管理層先至願意批准醫生將呢件事報告俾警察去進行調查。而且自從 Lucy 離開咗嬰兒加護病房，醫院只係出現過1宗嬰兒死亡個案。Lucy 其實並唔似好多連環殺手咁有一個悲慘嘅童年。Lucy Letby 出生於1990年1月4日嘅 Hereford， 成長於一個中產家庭，而且係獨生女。Lucy 係成個家族入面第一個大學畢業生，同事都會叫 Lucy 做好好 Lucy。當同事知道佢就係殺嬰狂魔，都唔敢相信。警察除咗拘捕 Lucy 之外，亦都有喺佢屋企大量搜證。警方揾到一啲類似自白嘅紙仔，例如寫住字句好似係我故意殺咗佢哋，因為我冇能力照顧好佢哋，我係一個邪惡嘅人等等。亦都揾到一啲唔應該帶走嘅護士文件，又揾到一本疑似係 Lucy 計劃殺嬰嘅日記，加上醫護人員嘅口供同埋醫療記錄，經過2年嘅等待同9個月嘅審訊，終於將 Lucy 成功定罪。2023年嘅8月21號 ，Lucy Letby 被判處終身監禁，而且終生不得假釋。失去孩子嘅父母終於都可以鬆一口氣。Lucy 由始至終都冇承認過任何罪行，認為自己係無辜。咁究竟 Lucy 嘅動機係乜嘢？點解 Lucy 要殺死咁多無辜嘅嬰兒呢？警察就有幾個推論。推論1就係 Lucy 享受殺嬰嘅過程，利用自己嘅專業知識就可以好似上帝咁，有權操縱邊一個家庭嬰兒嘅生與死。
中意睇到一個家庭喪失孩子之後有幾咁悲慘，所以 Lucy 先會揾呢啲受害人家屬嘅社交網站出嚟睇佢哋點樣懷緬死去嘅孩子。推論二就係控方聲稱 Lucy 同一位已婚嘅醫生有一段不可告人嘅戀情。呢位醫生都係喺同一個部門工作，控方喺法庭上面展示咗佢哋嘅情慾短信，私底下亦都會見面，又試過一齊去倫敦玩。但呢位醫生始終都係有婦之夫。Lucy 為咗博取呢位醫生更多嘅關注，就故意殺害無辜嘅嬰兒。醫生除咗要趕過嚟加護病房搶救嬰兒之外， Lucy 仲可以博取呢位醫生嘅同情同埋關心。Lucy 喺法庭上面大部分時間都係目無表情，唯獨呢位醫生出庭作供嘅時候， Lucy 竟然泣不成聲。最後一個推論就係 Lucy Letby 患有代理型孟喬森症候群 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。 孟喬森症候群係一種精神病，患者會幻想同虛構自己有病去博取其他人嘅關注、同情或者照顧。而代理型孟喬森症候群就係虛構被照顧者有病，多數會發生喺媽媽對自己嘅仔女身上。嚴重嘅患者更加會加害被照顧者，好似係向被照顧者嘅飲食落毒，去營造到一個同自己幻想出嚟嘅病一樣嘅病徵。Lucy Letby 或者就係幻想自己要照顧嘅嬰兒有嚴重問題，目的就係博取其他人嘅關心同埋同情。特別係嗰一位關係曖昧嘅醫生。如果 Lucy 冇殺害呢啲無辜嘅嬰兒，今年佢哋已經8歲啦。無論動機係乜嘢， Lucy 竟然可以對最脆弱嘅生命狠下毒手，造成咗咁多家庭要承受一輩子不能磨滅嘅痛苦。Lucy Letby 呢個名將會同英國3大女連環殺人犯 Myra Hindley、Rose West 同埋 Beverly Elliott 齊名，喺英國嘅監獄度過佢漫長嘅餘生。英國警方已知嘅案件係13宗，但背後會唔會仲有更多嘅嬰兒被 Lucy 無情咁殺害？或者我哋就要等待警方進一步嘅調查。咁你哋覺得醫院嘅管理層需唔需要負上責任呢？歡迎喺留言區講下你哋嘅睇法。多謝收睇玄奇移民館，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哋嘅睇法，同埋訂閱呢個頻道，share 俾朋友。下集將會為你帶來更多嘅玄奇移民。